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NT 的小江老师。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非常特别，我要跟大家分享我20年前代工的作品，真的很酷哦。就是20年前，我们 MAD 的工作室已经成立了，然后我那时候做了一个 GP1，没想到在这么久以后，我们竟然又联系到那个客户，然后把这个作品借来给大家看了。在分享这件作品之前呢，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真的是快吓死我了！你知道我抱回来这件作品的隔一天，就是发生很大地震的那一天。然后我这个作品就放在地上，然后我在睡觉。那一天刚好胃食道逆流，没睡好，刚睡完1个小时，然后在那边轰，整个脑子里面都想说完了，那个铁架的东西会不会掉下来？因为它上面没有风，然后砸到这个作品上面，只要有任何一个地方掉漆这个20几年前做的东西，我们去哪里找那个漆料？找当时这么相近的东西去把它修复回来，还好我一下来没事。那提到这个呢，刚好就是我们最近那个地震的影片，有很多的新闻台去分享嘛。那有一些没有看过这种模型节目、玩具节目的一些朋友，他可能不知道这个玩具模型的一个价值，所以他们的留言就是有一些会比较偏激就是说那不值多少钱那各位你看到这样一件作品这大概有最少300-400个零件，那这所有的零件呢，我们是请模型师一个一个零件打磨了，什么骨收缩、刻线、喷漆，什么高光阴影，最后呢还要贴水贴跟喷消光，然后把它组起来，很完整的一件作品。像这样的一件作品可能要做1个月到2个月，那这个工时呢就会变成3万到6万不等。这个就是一个玩具，你请人家定做，按照标准工时算出来的一个价格。那即使是小只的做1个礼拜，可能也要1万块。具体它会是多少金额呢？也要是看每个工作室它是收多少钱。但是原则上，请人家定做，大概就是你至少要按基本工时去算给人家。那再来呢，就是这个财产的归属，就是大家不要看这一整间。这不是都是我的个人的财产这里有很多模型师搬过来摄影棚，然后有一些是这个客人代工的作品，例如说这个新安州它这个有金边还有刻线，还有黑色，那这样子的工时就会很长，那可能一整只要做1个月，那1个月假设你跟客人收3万块，那你看这个就是那时候掉下来已经毁损的，然后有一个零件已经喷飞了。那你会买吗？你一定不要买这个嘛。包含这个盾牌它已经有一些划伤、刮伤。那你是一个正常的定做的客人，你一定不希望你买回去的东西有这样子的瑕疵。所以对我们来说，要么就是拆开修复，要么就是重做。那你们要知道，有些东西如果粘死，要拆开修复非常的麻烦，然后你要喷到原色也很麻烦。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之所以归类为财产损失，有可能我们会退订单，也有可能我们就把它当成自己的收藏，甚至以后博物馆都不能用。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透过非常小一段的介绍，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模型玩具的价值不是你买那个盒子的价值，这个是经过很多人加工做很久的作品，这个是作品。我们买的那个是套件，套件当然很便宜套件全部都摔烂了，我们都不会算成金额损失的。好，那我刚才有说了有一些东西不是我的，但是大部分呢，我们也有花很多钱去请模型师去制作。那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呢？例如说这个 PG 可能有50台、60台、70台，那一面墙买起来要70几万那我们买那面墙干嘛？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如果认真工作，好好赚钱，可以去租一栋大楼，可以去盖一栋大楼，把这些东西都陈列出来。哇，有这么多作品，有这么多模型师这么认真做了这么漂亮的东西摆在这里，这么完整的可以给各位去一个地方站在那里好好的欣赏，就像一个美术馆，二度伤害，就像一个美术馆一样，只是说这是我们热爱模型玩具的人比较想去的一个地方。那主题的钢弹七龙珠假面骑士咸蛋超人，各式各样的都可以有，所以要花很多的钱来做这件事。那么各大新闻台播出以后呢，其实大多数的人都真的很关心我们，我们在此非常感谢大家，99.99%的人都真的很爱护我们，很心疼我们，也有人想要去买这个受伤的作品。那我们尽可能能修复就用修复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有些极度挑衅或者是极度智障的留言，他说：“请问我们买这个干嘛？这个又不能撸啊。”然后下一个留言说，他回上面那个，他们可能会拿来撸吧。好，我觉得，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去查这个人他的银行账号是什么？你们知道我要干嘛吗？我想捐钱给他呀。
可怜呐，可怜呐。他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长在这个位置啊，长在脑袋上，脑袋进水就已经很可怜了。长在这里，这世界上有没有医院可以救这种人啊？你们知道吗？今天很呛是吧？大家很少看我在节目这么认真的回留言，对不对？我跟你们说哦，一般人他们可以不了解模型玩具的价值，一般观众我们也不要求你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什么制成什么都没有关系的，我们都很 OK。那你也不需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你不要侮辱我们嘛，你不要去侮辱所有这个收藏模型玩具的人嘛。如果你这样侮辱我们，我们就会给你很正确的回应，捐钱给你去看医生。以上这个地震新闻事件，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还是好好的分享这20年前的作品。我们现在终于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了，哇，香你们知道20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哦。首先呢，一定是人的外观嘛，你可能从那种班普鞋那种脸是瘦瘦的样子，变成现在这样子。变成一个阿伯了，那你也有可能有些该硬的地方，没那么硬，对不对？哪里？当然就脾气的部分嘛，不然我们现在怎么可能？像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可能年轻的时候说，你这样讲我，我捐钱给你，对不对？我们以前一定是很硬的，会跟人家有 argue 有争执嘛，现在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对不对？就该硬的地方不硬了。那包含你的伴侣，如果你那时候就已经20年前跟你的伴侣在一起，他可能从很性感变成幸福感了，对不对？所以咪姐现在是幸福感吗？你说的。你拍这边哦，你看啊，油爆琵琶半遮面，这是一打开就知道，哇，你看多美啊！除了我们刚才讲这个20年可能会有一些人啊，或者是性格上的改变。那你们知道，如果这件作品20年前就完成，就代表 Madworks MADWORKS 这个品牌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超过20年。只是我们可能近10年才开始做工具，近3-4年才开始有 YT 让大家认识我们。那我先讲，我们现在所有的代工都只是为了制作节目，已经没有单纯在帮各位接代工了。然后这3年都不会再接了，所以想要支持我们的朋友，可能就要等很久，暂时都不会有代工。所以你们先不要再询问这个代工的部分，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没有师傅了。等我们可以接单的时候，我们会跟你讲。我都想把它买回来，毕竟这个作品也超过20年了所以他身体有一点点粉尘。我觉得这个人家里好干净哦。我们2个礼拜就比他就对啊，人家20年的粉尘才这样子，而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刷子好刷原来这是我们 Madworks 的刷子。我跟你讲这个80块，很便宜的啦。这真的很好刷，你看，哇，这样轻轻一刷就跟新的一样，可能也是我们做工很好吧。再来，我跟你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它有2套装备嘛。我们那时候客人收到他好珍惜耶。你看，这是20年前的夹链带。20年前夹链带啊？对，这是我们当时给他的夹链带，就是这个夹链带，厉害吧？哇，这几乎跟当时完成的状态几乎是一样的呀！哇，这你做的？我跟你讲，这个是有故事的。当时呢，我们是 MAD 工作室，那我负责就是那个蓝色的部分还有这个红色的部分，还有处理这个骨架。这是我的字看一下。哇塞，你还附签名哦？哇塞，腰部内裙甲。等一下，你的字没那么漂亮吧？我再写一次给你看。哇，这是我20年前写的字你看，我翘2边嘞。哇，你这是什么特殊体质？飞机和背包骨架。哇，我真是太感动了。这个客人连我这个20年前写的字，他都留在这里。
我现在马上再写一遍给你看，你就知道了。你看哦，我再写一次这个腰部内裙夹啊，我都不要看我之前是怎么写的，你们去看那个，你是写成肉了吧？啊，有吗？有吗？来看一下，比对一下。差不多啦，啊，腰部就是很丑啊，这就不太会写字啊。内哦，我以前比较认真，还会勾，然后裙甲，差不多这个甲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笔不一样。不是啊，你还是没有写错字的部分。哎，这个内不是这样写，看一下，所以里面是一个鹿，不是一个人。那你看，事实证明这真的是我的，有没有？因为我到20年后，我还是不知道里面是一个鹿。你真的不会写内这个字？哦，会不会写那个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好吗？我们能把这个作品有没有再借来分享给大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哇，我真的很想跟客人说，这台可以卖我吧？我用2倍的价格跟你收购，不管我当时卖你多少钱哦。我顺便提醒大家啦，如果你们是在今年几年，2024年嘛，对不对？你们是在2014年曾经找过 MAD 下单的作品，2014年之前的全部我都用2倍的价格跟你们收回来。如果你们愿意卖我的话，前面那个不知道地震有价无价的朋友，我现在花2倍的价格去买这个作品回来，可以吗？你们这样就听得懂，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价的，这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在那里躺在那里的套件，躺在那里的套件都是有价的，不是说只有你觉得车子可以坐有价，食物可以吃有价，食物最好不是变的。讲出来。哇，那我们花了一点时间，终于把这些袋子拆完了。那各位可以看到呢，这就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个 GP01。我们先看一下整体的部分哈，当时就是用一些比较柔和的高光阴影去呈现，然后搭配一点点小改套，然后以及水贴。那我们再来细部看当时的颜色布局呢是怎么规划的。首先哈，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部分，我们有用的这个深蓝色哈，先当一个底，然后再用比较薄的蓝色哈去做一个这个高光的处理。然后我们也不是很死硬的只留一条线哦，我们是用一种比较像绘画的方式，把它很柔和的晕开。然后这一段呢也是有没有，就是有这种深蓝，然后跟浅蓝这种搭配，同色系的一个变化。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上半身哈，非常的柔和，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有质感。即便这已经过了20年，这个涂装还是倍棒。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造型，里面有一点点小细节，然后用笔涂影射。再来呢，我们来讲这个红色的部分。首先你看它是穿2双鞋，就是从陆战型穿的一双鞋变成宇宙型的。然后这个红色呢，也是我们边缘用了比较这个鲜艳的红色当底色。那这个高光面呢，我们就是用了比较粉的这个红色，在当时它是一个流行的一种做法。那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就是很柔和的一种变化。再来这个灰色呢，就是用比较深黑打底，然后中心面一样打灰色。我觉得这件作品最厉害的就是当时呢，我们是有2个人处理不同的颜色。那你看这个白色的部分，它喷的这个高光阴影，它可以完全根据我的这个调性，几乎喷的完全看不出来是有2个人做。我觉得这个师傅真的太厉害了。那黄色的部分呢，我们也是做了这种高光跟阴影的一个搭配。那至于骨架的部分因为这个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挑了一个金属色大量的喷涂因为它毕竟不是整个呈现的一个重点。而且当时的代工费因为我那时候还在读大学真的是便宜。这一支多少？我跟你说，我用3倍的价格买回来，我都愿意。这样你就知道。那有一个比较酷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可以一直看到这个颜色，我们透过一些高光影的喷涂。那我们先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结构。那你看这个盾牌后面，当时其实我们不一定会全部做刻线加深因为当时全机刻线加深这件事情并不是很流行，所以我们也是用墨线的方式。然后非常小心翼翼的擦，然后把它这样慢慢的录好。但是我们还是尽可能的让这些轮廓立体感都跑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靠背的就是以前它这个附的是胶贴啊，那我们这里是自己去买当时生产的水贴。当时的水贴你是没有所谓的品质可以选的，
你有那个图案，你就要用。那个一贴上去它就马上有一些地方稍微轻微的破孔或者是不平整，那就没救。那我们早期也不可能有那种什么技术再去描一个 AI 再去帮你列印一张水贴什么什么的。那时候我太年轻了。如果现在你要印100张，我都有。虽然水贴这样有点美中不足，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摆在这里还是很帅气的。可是这个作品这么难得，还是这个水贴你就那一块重做，这些在重做。我跟你们讲，古迹它最有价值的就是在你不去做修复的时候，你看到它20年前它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它还处于一个可以欣赏的状态。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把当时发生的这个时间，当时你注入的这个灵魂改变了，那个是逼不得已才重建，它现在就是最美的状态。一个不用修缮的古迹，最原始、最完整、封存了我青春的肉体，我的那一段时间的灵魂就住在这里。你看着它，我就看着你，这就是精神感应框架的由来。好，我们很多模型师把我们的灵魂注入在这个框架里面，然后他们的框架开始有灵魂，可以感应驾驶员要做什么。这是有历史的 history 啊！我跟你们说这个客人真的是太珍惜我们这件作品了，他都舍不得拿出来好好陈列，然后把它摆成最帅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好好欣赏一下这一件作品，然后给你们看看它最帅的样子。怎么样？看完这个20年前的作品，毛骨悚然不悚然？是不是很悚然？看完爽不爽？看不出来这是一个20年前就完成的作品吧？如果从我们以前那个年代这怎么打磨？怎么刻线？怎么贴水贴？然后去问朋友打电话，以秒计费啊！然后现在你看，一上网一爬文，YT 的一 key 喷漆砰，全部都是影片。那个时代真的差太多。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把你的模型做到这个状态，可能有点不够强。那要怎么变强呢？你可以参考我们的线上课程。我们的线上课程虽然是 GK 的，但是基础都有教。唯一没有教的是什么呢？就是制作这种淡淡的那种渐层薄喷的技法。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一集节目里面就免费赠送大家，怎么喷这个薄喷，让你的作品有点梦幻，有点飘逸，有点帅气，有点美感。Go！ 好，大家可以看到平常我工作完的状态，有时候我洗笔，洗完懒得装。其实我就把它陈列成这样子，它也不会因为漆堵住了。那重点是这种是子弹型喷嘴，所以比较不会坏。那新手蛮建议这个的，那我就放在这里，需要用的时候再组装。再来，因为我们只是示范少少的零件，所以我就选择用小喷杯。小喷杯你就可以倒比较少的漆料，用比较少的溶剂呢去清洗它，然后换色比较快速，就是有它的用途。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中型的喷杯，就是它原本标配的。那如果说你有大量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后面也会卖这个超级大的这个喷杯。
好，你同一把里面就可以换很多种不同的喷杯。那你一定要注意，这里有个欧环，不管大中小，你在装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欧环，否则它会漏漆。那在换漆换色的时候，这个地方不用洗得很干净，它不会影响的。再来组装的时候，一定要先安装这个喷嘴。那喷嘴安装完以后，安装这个我们叫第三环。第三环这里有6个洞，要确认里面没有堵住。好，先用手锁住就好了。我们可以先用手锁到底，你不用锁很紧。再来，这是1、2环，1、2环通常是一起洗，那就把它装回来。这2个装回来以后，再安装喷针，拜托不要反，转过来的时候跟刻线一样，把手顶住再把喷针放进来。OK， 那记得这个一定要这里要锁起来，好，都是用手锁紧。你看这个往后拉，这个会往后动，你看这样才是有锁紧。你如果没有锁紧的话，虽然你的这个有往后动，但是你的针是在原地的，这样就不会喷。好，桅杆锁上，锁到一个帅气的角度，装上适合的喷杯。那最后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子弹型喷嘴是靠第三环做追度密封，所以麻烦拿起这个盒子里面附的6角扳手，我们来做锁紧。那锁紧锁到什么程度呢？锁到你看你的左手，你觉得你已经握不住这个喷笔，有没有？它会跟着你的右手去转，就代表这锁紧。OK，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准备喷漆。主色我们直接用比较深的蓝色，通常喷主色是在喷了底漆以后进行，不管你的底漆是灰色或者是白色，你可以喷一个底漆补涂，再开始喷色漆。那在喷色漆之前，我们教一个基本操作，你这个按压的时候距离很近的时候呢，你只拉一点点，你就会喷出很细的线，0.35进喷会是细线，那你一样的距离往后拉呢，它就会变薄喷，有没有？对不对？一点点，你看它就会很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薄喷。然后它很近的时候就会变成很细的线，就是大家要练习一下操作。那你如果直接开大枪呢，它就会喷满。就是同一把笔，你要去习惯去练习。所以你看一把喷笔，它可以喷线、喷高光、喷满。好，开枪要保压。好，你也可以直的。想要关枪，离开零件再关，一样你看保压再开枪，就不会撒点。任何的品牌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物理逻辑。那我们很迅速的呢，先把这个比较深的底色打满。等一下我们在这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做一些薄喷。像我们现在调一个比较浅的蓝色，同色系，你甚至不用洗笔，甚至不用把这个漆洗掉，你直接加比较浅的这个蓝色进去，我们直接在喷杯里面做一个速洗，调成一个浅的。这样子就可以省你的漆料，而且你的高光色马上有。如果你的零件很少量的话，那如果你是大量要喷的话，你可以先调好，但是也不用把笔洗得很干净，就可以换下一个颜色。所以只有每天收枪的时候要把笔洗得非常干净。记住我们刚才教的技巧，如果你很近只拉一点点的时候呢，它会是一个细线、一个细喷的动作。我们拉细线的时候，只有把这个扳机往后一点点。而这个往后一点点，你把距离拉远，它就是一个薄喷你看，连纸这么薄，它都可以慢慢的干。那你就可以借由这个技巧去看你要控制露出多少底色，有没有？这边就可以喷出渐层色。你看这一上去就有感觉了，对不对？是不是？这边就有一些比较深的。这边就有些比较浅的，那你想要做的更多一点的渐层，这边就再拉的更明显一点，那这你就可以去控制你到底想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你在薄喷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漆料再调得更稀一点。如果你希望它更柔和的话，我们这里呢是用稀释液把它做得更稀，那它所呈现的薄喷就会不太一样。那你看这个就会更柔和的、更梦幻的感觉。所以漆料的浓度以及你扳机控制的距离，
将会影响你这个薄喷的层次会是怎么样的呈现。这大家玩一下就会了，很简单。最后各位一定要去练习洗笔，然后要洗得很干净。好，如果你真的没有把握，拜托买子弹洗，看影片。好，透过刚刚的教学呢，不管你买的是哪一把喷笔，麻烦你先去体验一下这个喷笔的作动，然后喷漆前记得按2下，看看洞口有没有积气，喷在别的地方。再来开枪，千万不要对着零件，收枪也不要对着零件，这样子你的零件就会漂漂亮亮。记得保压再开枪。再一次提醒各位，最后节目的尾声呢，我真的很感谢当时发给我们所有这个代工的这些客户，因为那时候我才读大学，我非常需要资金，干嘛呢？吃饭啊！我那时候瘦得跟鬼一样啊，只剩52公斤啊。每一餐如果我有猪排，我有牛肉可以吃，都是这些愿意发代工的客户给我们富裕3餐。那时候的他们就跟我的神父一样，就跟我的佛祖一样，养育我、照顾我所以我真的很感恩。那我现在长大了，就是透过他们的这个支持，我终于老了40几岁了，有点经济能力。如果你们想要把这个作品卖回来博物馆请联系我，我会把它买回来。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但是我还是要补2句话。那时候我会咳血的，不好意思。你看不完了，你看，剪不完了。今天礼拜5啦，明天要上片啦。但是我那时候有磕线20年前会新增磕线是神迹呀。所以喜欢我们的频道，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个地震的作品这个腿断掉下来。来看这边刮漆刮成这样子，那这边也刮成这样子，好，这么多。这个作品不是我们说随便自己喊几万。你看阿志如果跟我做2个月，我也帮忙进来做2个礼拜，我们就工时算3个月，总共3个月，我们都不用吃饭，我都不用付阿志薪水嘛。所以你们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乱喊的，这真的要付钱，它才会出现在这里。那你会修复，来，你来修。这个水贴什么全部都上了，你要重喷到这个一模一样，真的很难。所以最后当然我们频道的铁粉都是玩模型的、玩玩具的，大家都知道这东西很重要。可是如果你没有玩模型，没有玩玩具，没有收藏这些东西，你不要去做那种很奇怪的留言，然后那种恶意的攻击。我们不需要这种粉丝。好，谢谢。等一下，还有一个很好笑的留言，那个灯倒下去，我说，是不是大概3000块嘛，对不对？我那时候不是喊3000嘛，然后就有人留言说，你按原价报啊，我们是在初步估计，而且最后扣掉了。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难道我在当下我还要请会计师来说，这个东西灯已经用几年，摊提多少，我还报一个正确数字给你们。最后我们都几乎只报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我报的时间那个工时都已经报短很多了。所以大家爱护这个模型爱护这个圈子，大家友善留言，继续一起快乐玩玩具就好。